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4月18日，星期日。10万火急呀，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你们可要仔细听好了。10万火急，这中国人呀，赚点钱不容易，为你们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为你自己的孩子考虑考虑。现在有一个历史性的风向标事件，这个事件中的时间节点一旦过去，接下来你们要遇到的苦日子，哎呀，我真的是无法形容。今天咱们来讲两件事儿，一个是和钱有关的，和房子有关的，另外一个事儿呢是和你们的孩子有关的。内容呢比较令人绝望，心脏不好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机走人，再见了。有勇气、有胆量、有魄力了解现实的人，那面具人，我建议你们仔仔细细的听完今天的这个节目，太重要了。事情关乎于你的未来和你孩子的未来。接下来是要过财务自由的生活，还是要过1块钱、1毛钱都要被折磨的生活？先来印证一下面先知的预言啊！我早在去年就建议大家不要换美元，换成欧元、英镑。结果呢，你看现在欧元、英镑大涨，美元跌到6块几。我今年年初告诉大家，比特币这种大盘子拉不动的话，像狗狗币这种小盘子就会成为新的蓄水池，就会大涨。结果呢，你看比特币几次强行突破6万节点的时候，都会迎来滑铁卢般的大杀机。就连马斯克宣布 PayPal 全面对接比特币这么强力的刺激措施，拉动效应都不是很明显。大家纷纷转移到了更为灵活的小盘子狗狗币。这个狗狗币呀，已经涨了300-400%了。哎呀，总的来说吧，涨了3020%，也就是说涨了30几倍。你当时买1万块钱，现在就已经变成了30万块钱了。听面具人的观众朋友们，这个币呀、钱呀都涨了，妥妥的，都发财了。你们看这张图啊，敢于行动的现在都赚了。包括你们在看这些图片，都是观众发给面具人的感谢信。听面具人指导的，自己就能跨国境外开户，然后转移自己的资产，避免自己的钱被变成数字人民币。面具人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的这个转移资产的方式完全保证你的钱都是由你自己掌控的，这个钱不用经过任何人的手，安全有保障，而且呢还不亏。那这个具体的操作方式啊，咱们私底下再说。面具人在节目里面就不打广告了，咱们继续说主题啊。好，节目开始之前呢，新来的观众朋友们，请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这样呢，你们就不会错过面具人每一期的精彩节目啦。咱们直接开门见山的说，先说钱的事儿，孩子的事儿咱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段说。毕竟嘛，养孩子的基础就是钱，没钱你怎么把孩子教育好？没钱想要教育好孩子的难度是大大的。好，先给你们讲个新闻啊。根据央行官网公开的信息显示，按照关于支付业务许可证续展工作的通知，要求非银行支付机构于支付业务许可证有效期满以后，想要继续从事核准部分或者是全部支付业务的，应在支付业务许可证有效期期满前的6个月，向法人所在地的人民银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以上的分支机构提出续展申请。那这个续展申请呀，是新规，是有关于续期的。共产党就是这样呀，朝令夕改。比如他之前定的支付牌照是10年期，现在呢出个新政策，3年续展一次。续展的时候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理由监管你、淘汰你。我看4-5个月前吧，也就是2020年12月7日的时候，央行就公布了转化支付的支付牌照续展结果。
与此同时，也表示了此前央行总共发放的271张支付牌照的首次续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从2016年的第一批支付牌照的续展到2020年底的最后一张支付牌照的续展，5年时间已经有38张支付牌照被注销。截止目前，支付牌照还剩233张。看，你这好好的支付牌照，只要国家出一个什么新规，立刻就可以再卡你。类似的操作模式，面具人我在4月14号的节目已经详细讲过，依法治国是如何稳定他的政权的。大家看完今天的节目，可以回顾一下那期节目啊。好，咱们继续讲啊。这事情还没结束呢，最近呀，共产党又搞幺蛾子了。央行第一批发放的27张支付牌照的第2次续展工作已经展开，其中有我们熟悉的公司支付宝、财付通、通联、快钱、胜付通、汇付、拉卡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支付公司，他们的支付牌照将于5月2日全部到期。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什么蹊跷的地方？那就是这27家公司难道都是同一天申请的吗？怎么全部都是5月2号到期的呢？这也太巧了吧！所以说，哎呀，共产党只需要脑袋一拍，你们都给我5月2号到期，这样的话就说得过去了吧？那说到这个到期的事儿呀，可能很多人就会洗地了，说，哎呀，不就是到期了吗？那你就续期呗。面具人，我想说，我就问你们啊，既然这么好续期，那为何共产党还要把你搞到期呢？对不对？这个续期的难度大得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声明啊，它总共列举了11条续展要求。如果你违反了这11条当中的任何一条，你都不能得到续展。来，面具人，我念给你们听听这11条，听完了以后，你们就能知道这个续展到底是容易还是难了。1. 截至申请日，累计亏损超过实缴货币资本50%的。2. 已获许可部分或全部支付业务未实质开展过或连续停止2年以上的。3. 发生占用、挪用、借用客户备付金行为的。4. 存在转让或者变相转让、出租、出借支付业务许可证行为的。5. 超过核准范围从事支付业务的。6. 通过伪造、变造、隐匿数据等手段，故意规避监管要求或恶意拒绝、阻碍检查监督的。7. 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申请支付业务许可证的。好，这是前7点。我念到这儿了以后，你们仔细思考一下啊。有些业务你不连续做也算违规，然后你这个支付许可证挪用、租用，或者是超过这个范围有经营业务的也算违规，都不给你续。其实这还不算啥，剩下这3点的范围就非常广了。你们仔细听好了啊，因利用支付业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或者帮违法犯罪活动办理支付业务等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或者较大金额的行政处罚的。9. 在支付业务设施安全及风险监控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或者存在较大规模的盗窃、出卖、泄露、丢失客户信息情境的。10. 违反反洗钱法律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11. 存在其他重大突发风险事件，或者多次暴露重大风险隐患，造成恶劣影响的。尤其是这11条啊，存在其他重大突发风险事件。什么叫做其他啊？这个范围太大了。面具人，我就想说啊，你把这个规定的如此之宽泛，这想不违反规定都不行呀，是不是？当统治者掌握所有的公权力的时候，他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这也是所有的中国人公认的。他有最大的权力，所以呢，
他只用站在他所谓的道德指标或者安全指标上随便给你扣什么帽子。比如啊，你干个这是危害国家安全了，你干个那是洗黑钱了。总之呢，违法不违法都是他说的算，对不对？中国人不得不承认，最高领导人可以无视法律，对不对？在中国，谁敢说习近平违法？习近平违了法了，谁又能治得了他？对不对？说好听点，伟大领袖神圣不可侵犯，他是天命之子，他怎么可能违法嘛？对不对？他是永远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只要你迎合他的利益，你就是合法的。他抢你，你不让他抢，你就等于说侵犯了他的利益了呀，对不对？那你就是违法的，听懂了没？他强拆你，你不让他拆，等于你影响了他的利益了呀，那你就是违法的啊，你就是不法分子。依法强拆听过没？我前几个节目不是还报道过，现在国家立法了，可以依法强拆，他强拆你，你还不能告他，你还不能上诉，懂了没？好，咱们继续说支付牌照的事儿啊。按照他公布的这个规矩来看啊，这些支付公司能不能续牌照，已经不取决于事实的本身了，已经不取决于他到底违法没有违法了，因为你收了什么钱，你做了什么业务，你这个业务合规不合规，完全是党说的算。共产党觉得你的业务有必要存在，对我们红色贵族有利，你就是合法的。共产党觉得你没有必要存在，甚至觉得你的业务妨碍到了我们红色贵族的利益的时候，你就是违法的，就不给你续牌照了呀。底下的屁民们，你们也别高兴蹦得欢，你们想一下啊，天天你们喊着打倒马云，打倒马化腾，这些资本家、支付渠道、就业渠道被党干掉了以后，全都是共产党说的算了以后，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们的下场会是什么样子。这私人企业它至少没有公权力，可是共产党有。私人企业侵犯了你的利益，你还可以找私人的麻烦，但是共产党侵犯了你的利益的时候呢，你能找共产党的麻烦吗？党他怎么可能会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呢？共产党永不犯错呀，共产党爱民如子呀，所以共产党怎么可能会侵犯人民的利益呢？对不对啊？所以说不要担心共产党侵害老百姓，不存在的。嘿嘿嘿，我们来看这张图啊，基本上你知道的支付公司都被取缔了，支付宝排第一个啊，前2天才被罚了。还有什么拉卡拉呀、银联商务呀、快钱支付呀、盛富通呀、汇付天下呀，这些民营公司不容易呀，他们都是自己出钱自己雇人，比如拉卡拉、支付宝、快钱支付、银联商务，他们都是用自己的业务员跑业务，推广 POS 机，推广收款平台，一家一家的店铺去跑，一家一家的商店去推广，还要看人家的脸色，每天顶着大太阳跑来跑去的。正是这些忙于生活的业务员们铺开了庞大的支付渠道，然后呢？然后国家就一句话，你们撤，这个钱我们共产党要赚，所以不给你们续了。哎呀，这些老板们、代理商、业务员们的辛勤的汗水、工作的成果、赖以养家糊口的事业，就这么样的没了呀！啊，面具人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做生意的老板们有这种感触呀？那就是自己投资、自己雇人、自己辛辛苦苦开拓的市场，好不容易开始赚钱了，这国家看你赚钱了，国家直接给你接管了，不让你干了，共产党直接安排他们自己的亲戚来干。观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有的请留言打1，没有的请留言打2。咱们继续说啊，那怎么样才能续约呢？怎么样才能续约共产党的牌照呢？嘿嘿，这就是图穷匕现的部分了，当然是跟党搞数字货币了呀。就拿大家熟知的拉卡拉来举例，拉卡拉全年移动支付业务约为
1232亿笔，发生金额约为432.16万亿，加盟的商户超过2500万户。至于那些拥有什么个人小手刷、拉卡拉手刷、POS 机的人，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呀。这些数字可都是天文数字呀。拉卡拉目前为了自保，积极响应国家的数字人民币项目，成为了最早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2家支付机构之一，真正进入了数字人民币核心试验领域，分别组建了专门的技术研发、产品开发和推广运营团队。在数字人民币系统的建设、终端的升级、产品的研发、推广运营以及配合试点城市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推广活动等方面，投入了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看到没？国家要收你，你拉卡拉还要跪下，主动的自己掏钱帮国家做事儿，避免自己不要被收的太多。祈求共产党收你的时候给你留一点残羹剩饭。拉卡拉表示，公司将进一步的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更大力度的开展数字人民币应用市场。未来3年，公司计划投入5亿元，持续推进并增强数字人民币及商户数字化服务，强化公司在数字支付时代的竞争力和护城河，推动公司业务发展，实现新的突破。那面具人，我已经告诉你们答案了，看拉卡拉的这个答卷交的完美不？接下来这些支付公司想要续命，必须要全部完全上交，加入数字人民币项目。党一开心，看你上交的不错，有可能呢再给你留点残羹剩饭，留点股份呀，留点市场呀，对不对？观众朋友们，面具人从去年就一直告诉你们，今年过年是你们能过的最后一个好年了。你们看，现在的数字货币的脚步是不是加快了？把所有的支付公司全部搞掉。你觉得这个事态严重不严重？你还岁月静好呢？在你岁月静好的时候，人家聪明的人早就开始套现跑路了。在你岁月静好的时候，数字人民币早就悄悄地开始全国开花了。2021年4月17日，中国首张数字人民币船票大连湾至烟台同三客运站的船票诞生，刷新了客运滚装的历史，标志着数字人民币在客运、运输、装载领域的全面运作。春秋航空收获了一笔560元的数字人民币订单，这也标志着数字人民币在中国民航领域开启使用。在业务试点期间，深圳市民水先生成功通过数字人民币购买了从上海飞往深圳的单程机票，票价为560元，这也是中国首张数字人民币支付的机票。除了飞机呀、船呀，像是什么地铁、出租车、加油站的数字货币早就开始了。面具人之前也报道过，现在已经是海陆空全面运行了。不仅如此，以西安为代表的2线上游城市也开始全面铺开数字人民币了。给你们念一段话啊，共产党现在都是直接给你打明牌了。他直接就说清楚了，他为啥要出数字人民币了。听好了啊，数字人民币分布式账本的特点，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的每个人手上有一本无法被篡改的流水账单，在保证了每笔交易的真实性的同时，还让每笔交易都能够追根溯源。这一特性可以最大程度地遏制篡改账目、企业偷税漏税等行为，使得整个金融市场和社会经济更加规范、高效、合规。例如，在资金追溯上，目前西安发布的政策提出要求加强购房资格核验，加强购房资金核验。若通过数字人民币来进行支付，资金的来源便可精准的追溯和验证，减少审查的时间和成本，也可以直接避免其中的投机取巧。看，共产党没哄你呀，没撒谎呀，他直接就说明了，
我推出数字货币就是为了审查你们的资金，控制你们的资金流向，懂了没？什么房贷呀、漏税呀、交税呀、资金流动呀、保险呀，以后都是一目了然。发工资买东西都是用数字货币结算，你自己的钱想要自己支配，那是不可能的。老板的数字货币一到你的数字钱包到账了以后，那边直接叮咚，自动就把什么房贷呀、保险呀、社保、医保、个人所得税全部都给你自动扣了，多方便的，省得你自己一个一个挨个交了。你想自己留点私房钱，买点好吃的好玩的，账晚还点少还点，改善一下生活，那是不可能的。大数据一计算，你听党的话了，学习思想了，学得不错了，给你留点买饭钱，不听话的直接全部划扣，吃不起饭就吃不起饭，自己想办法去。要么呢，你就努力干活，多挣点钱，挣得多了以后，说不定呢，扣完这些房贷呀、医保呀、税呀，还能留点钱让你买2瓶啤酒，多好的。包括以后呀，你欠账了，数字货币钱包冻结了，所有的商家都是能识别你的，你就是买不了东西。共产党他现在说得很明白了呀，你看，通过数字货币的智能合约方式，可以实现定点交付到每个人身上，民生资金可以发放到群众的数字钱包上，从而杜绝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的可能性。商业行为中可对交易或者资金划转的条件节点进行约束。听懂了没？共产党没撒谎呀，他已经如此直白赤裸裸地告诉你们了，你们还不信，那就是你们作死。数字人民币究竟有多可怕，就不用面具人我多说了吧。不知道有多可怕的，我把往期讲数字货币多厉害的节目做了一个合集，我一会儿留在留言区，你们一会儿可以点开回顾一下看一看。咱们就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这为啥呀要10年寒窗苦读？为啥要拿钱买官？还不是为了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那共产党他又为啥要废除支付宝和这些支付公司，强推数字人民币？你说这老百姓把支付宝、人民币、现金都用习惯了，为啥要强行换一种玩意儿，让老百姓24小时他的口袋里面的钱被监控着呢？共产党他为啥要推出全新的货币体系呢？为啥？你们心里面应该有答案了吧？啊，不就是为了多监控你们？不就是为了多压榨你们？不就是为了掌控你们所产出的每一分每一毛钱吗？不就是为了控制每一个人吗？你用现金他控制不了，你用支付宝，你的数据在私人公司手里面，共产党还每次得去找马化腾、马云要。现在不用了，现在全部统一大数据库，你以后能干啥能干啥，不能干啥不能干啥，全部都是控制住的啊！咋？你还想留点钱潇洒一下？来，你试试，弄不死你们这些垃圾！面具人，我预测呀，估计这以后的支付牌照的领军人物就是华为了。然后呢，才是这些小的什么拉卡拉呀、汇付呀、胜付通呀、快钱呀。然后呢，开发什么外部设备呀、手环呀、狗链呀，乱七八糟的。华为有技术呀，华为来带头搞支付设备。5年前，华为说不会申请支付牌照，最终呢还是没有逃过真香定律。根据天眼查的消息，华为通过收购迅联支付100%的股权，拿到了支付牌照。当时华为说不申请的原因呢，是一个企业必须有自己的边界意识。那如今打破这个边界，基于什么考虑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三方支付市场有哪些变化啊。首先，移动支付已经是成了大家最主要的支付方式之一。中金公司有一个数据，2020年有74%的用户每天都使用移动支付。不过呢，目前第三方支付市场还是支付宝和微信双寡头竞争的格局，两个合计的市占率超过了90%。
其次，支付牌照的价值并不是支付业务本身，而是构建互联网生态的基础设施。各大互联网巨头像小米、网易、苏宁、拼多多、字节跳动等等都通过这个直接申请或者是间接收购的方式获得了牌照。再从华为的角度来看，其实华为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涉足了支付业务，最有代表的就是跟银联合作上线了华为 Pay。目前华为 Pay 已经是覆盖了交通、商超、电商、餐饮等等场景。但是这个呢，只是在移动支付环节提供技术，并不直接介入结算。现在呢，华为拿下了支付牌照，想象空间就很大了。首先，华为的用户基础是有的，根据最新数据，华为 HMS 月活跃用户已经是超过了 5.8 亿 ，HiLink 的这个生态用户超过了5000万，连接设备呢超过了10亿台。另外，消费场景已经是拓展到了智能家居、物联网、智能汽车等等。有了用户和场景，再开展这个信贷、消费金融等金融业务就更加容易了。有关于数字货币到底有多可怕，你们心里面应该有点答案了吧？等会儿看完节目，咱们在留言区里面继续讨论啊。而且呀，有了这数字货币了以后呀，共产党他就可以放开手干了。因为他对社会资金的管控，对人力的管控将会达到上帝级别。你看共产党最近还出了一个新政策，那就是新一轮的房地产游戏又要开始了。不少的买房人最近开始吐槽，南京的购房门槛太高了，原来总价300多万的房子只需要不到100万的首付，现在呢估计得准备150万甚至200万了。那么房价提高的同时，首付的要求也在提高，买房更难了。一直以来呢，南京的河西、江北核心地区，包括南部新城啊，由于房源数量较为充足，是市场上面80%首付的主流板块，地段好嘛，所以呢卖贵了也有人接盘。可是呢，在3月底开盘的那个新房浪潮当中啊，又有好多房子啊，就是这个2、3环以外的，从首付30%变为50%，甚至到60%。然后呢，你看那个云岚上府也变成了80%首付了。这边带的新闻节奏都表示，将会有更多地方成为下一个80%首付的片区。那观众朋友们，你们记好了啊，这可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就是有房者他的房卖不出去。一线城市你买得起的你可以买，买不起的你资金实力不充足的，就像现在热炒的风向是一样的。你在一线城市或者是一线片区买不起的，可是你又想买房，那你去哪儿买？去2线城市呀，郊区里面的房子不让你买吗？对不对？而且呀，这个风气马上就要带起来了，不只是这个热门地区、热门城市的房子要80%首付，趁现在还有机会，赶紧买2线城市、买偏远地区的房子，现在还给你30%首付的买，要不然呢，以后你连30%首付的机会都没有，马上也不好买了。再配合什么学区、就业之类的捆绑，然后一炒作带节奏，网红一吹牛逼，反正呀，那些买不起1线房子的人啊，买不起市中心房子的人，始终是买不起，倒不如给他们下套带节奏，让他们赶紧快，郊区的房子再不买也买不起了，赶紧买，然后呀又可以再撸一把了。南京之外，很快西安、安徽、重庆都会这样玩。那面具人，我就问你啊，你的房子只能买不能卖，那还算啥吗？你以为你玩得过共产党？就像之前我的节目说过的一样，共产党他先开始给你说学区房，然后呢下套，等你买了学区房以后，为了不让你卖，又把学区房变成了学户房，然后呢为了进一步不让你卖，为了进一步提高房子的稀缺属性、功能性，他又把学户房变成了学户也不能转让，卖了学户也没有，你不用白不用，不用自动消失。那这成啥了？这就等于你买了房子以后啊，你就是不能卖，卖了以后也没有这么多的福利，想要这么多的福利，行呀，买一手房，对不对？那你的房子买了以后，你就入套了，
你入了套以后，你的房子还没有现金价值，不能再卖了，而且呀，还有这么多的捆绑措施，还要查你的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你还继续跟风买，那你算啥？买了以后，你的钱还要都变成数字人民币，被监控啊，都不能自己控制流向，全部都是自动划扣。你说你算啥？我用2个字来形容啊，傻字开头的2个字儿。第2个字儿，大家请留言补充，我就不说脏话了。看，房子锁住人和户口，现在户口也不轻易让你分户了，想要分户可以买新房，对不对？否则呢，你和你的孩子，你全家都得锁到这个房子里面。想不锁到这个房子里面 ，OK 呀，买房。而且呀，你买房都不一定跳得出这个圈子，为啥？因为现在还有录引制，不让你出省。你要出省还得提前报备审批签证，就跟出国一样。那有了录引制了以后，再配合数字钱包，把你监控的死死的，甚至可以给你把你的钱设置一个片区，你的钱只能在哪个地区花，到了另外一个地区要申请。那你说这算啥啊？那这就能形成工农兵地区。比如某个城市是工业区，某个城市是农业区，某个城市是科技区。你出生在农业区，你就好好的子承父业，别瞎鸡巴跑了。学英语干啥嘛？又不出国，你学英语干啥？上大学干啥嘛？你又不当科学家，你上大学干啥？你出生在农业区，小学4年上完了以后，就开始学技工。等大了一点了以后，就进工厂干活或者种地，多好的，不用多想，想了也没用。你就要承认伟大的红色贵族，他们是千秋万代的，而你从出生下来，你的户口、你的路引、你的房子、你的工作、你的未来，就必须听党的安排，没有任何的改变，听懂了没？这样的话才可以千秋万代。如果说共产党允许你们这些底层的屁民阶级流动，让你们这些屁民爬上来了以后，那我们这些在上面的红色贵族，我们就要下去了，懂了吗？你们就应该承认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你们就应该认命。所以你们听好了，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说到教育的问题了啊，仔细的听好，有关于你们家族的未来，有关于你孩子的生活幸福的事儿。我相信听完了接下来我讲的东西，你们自己就应该能想明白了，究竟该做出什么决定了。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中小学组织开展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的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通知要求部署开展系列的教育活动，引导中小学生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也是一剂最好的营养剂。党100年的光辉历程，写的是历史，讲的是奋斗，探的是规律，起的是当下，照的是未来。对于每个青少年而言，学习党史、国史，可以深深地感受党的伟大，国家的进步，从而感谢党和国家带来现在的这样美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继续发扬先辈们的奋斗精神，坚定信念，勤学苦练，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要修好，听懂了没？学习为红色基因奉献是必修课，必须要修好的啊！来，继续听。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党史国史的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通过听党史国史的故事，读党史国史的史绘本，观英雄影视动画片，学党史国史教育书籍，唱红色革命歌曲，拍党史国史教育纪念照，等等等等。
培养青少年学习党史国史，强化担当意识，点燃他们积极向上的情感之火，激发他们积极向上的情感和行为，使他们从小就能铭记党史，铭记英雄，明辨是非，勇毅前行。开展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的主题教育活动，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为了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文艺工作者心中首先要有英雄，有榜样，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并且浓墨重彩地记录英雄，塑造英雄。少创作一些家长看后都会觉得心里不适应的影视与动漫，多创作一些类似于小兵张嘎、鸡毛信、闪闪的红星、英雄小八路、草原英雄小姐妹、小英雄雨来等反映小英雄题材的影视与动漫，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让全社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崇尚什么英雄啊？我跟你说，崇尚谁？黄继光、董存瑞、雷锋、小兵张嘎，就是这种为党挡子弹、为党枪林火雨的为党无私奉献生命的这种精神。面具人，我就想说了啊，共产党让你的孩子去给共产党挡子弹，让你的孩子去给共产党无私奉献，那你见过习近平让他的孩子给你挡子弹没？你见过杨洁篪的女儿给你的孩子挡子弹没？他们的孩子都在美国几百万的美元的房子住着名牌包包、高档消费品用着，然后你的孩子要给人家挡子弹，听懂了没？来，继续听。家庭立本，厚植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之根。家风正则民风纯，家风正则政风清，家风正则党风端。作为家长，要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树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操，为孩子树好标杆，当好榜样，打好思想底色的同时，还要当好培养时代新人、红色传人的重任，让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意识在孩子们心中牢牢扎根，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学校固基筑牢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之心。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是校园课堂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推动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的基础上，要在潜移默化、寓教于乐中引领学生学习100年党史，传承红色记忆，讲好红色故事，弘扬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社会倡导要营造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之氛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既是家庭学校教育的任务，也是社会的一大共同课题。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也是社会各界的重任。社会各界必须通过喜闻乐见、多种多样的方式，对孩子们开展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真正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种子根植于每个孩子的心中，让孩子们在回首中铭记，在缅怀中传承，在开拓中弘扬，让红色基因永不变色，代代相传。听懂了没？让你的孩子从小要知道什么是红色贵族，什么是红色基因，要为红色基因无私奉献，要为红色基因牺牲自己，要学习如何给红色基因挡子弹，让人家红色基因永不变色，代代相传。再结合我刚才讲的房子、钱、数字货币、支付牌照的事情，你们仔细想想，接下来首先你自己本人要过什么样的日子，然后你的孩子每天在学校要学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的孩子学出来了以后要干什么样的事情，你的孩子的孩子，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祖祖辈辈生在哪儿，去哪儿，过什么样的日子，
你考虑过没有？我可以在这儿自由自在的活动，你可以吗？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可以我的钱放在那儿，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可以吗？可以吗？面具人，我最恨那种他妈的葬送自己孩子的杂碎，你知道吗？因为你自己，你他妈的你一时愚昧啊，断送了你这么屁大一点的小孩子呀，洗脑呀，学习给人家挡子弹呀，让人家去国外买豪宅呀。哎呀妈呀，你这种人你最该死，你知道吗？早做打算开始行动的人都已经至少从经济上开始改变了。当然了，面具人也有很多朋友啊，在看了面具人的节目以后，想尽千方百计的办法带着自己的孩子走了。他们现在对面具人我无一不感激，知道吗？反正你自己要坑你自己，你自己要坑你老婆，坑你孩子，坑你老公，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选的路，你自己就承受代价，没人会替你承受代价的，还党爱你，党爱你，爱你。好，就跟面具人我开头说的那样，那些朋友你们也看到了，他们现在如何，他们的钱如何，甚至有很多人早就脱离苦海了。如果各位有保财、转移资产，或者是立刻就想改变的想法的话，咱们私下联系。视频下方的内容简介区和留言区有我的联系方式咱们私底下再说，因为这个油管视频上面我不能打广告，好吧？那好，如果大家看完今天的节目，认为咱们讲的有道理、有价值的话，请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如果认为咱们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的话，就请点击转发，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起提高智商。面具人最近也在整理很多心理学的材料然后呢，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出一些深度的心理学会员节目。如果有想要观看的，可以点击下面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加入面具人的会员。好了，我们下期再见。